2008年8月26日凌晨4点，英格兰什罗普郡一片宁静的乡村被一声紧急电话打破。奥斯巴斯顿庄园燃起熊熊大火，火光冲天，吞噬了一切。当消防员赶到时，一辆巨大的马匹拖车挡住了入口，拖延了救援的宝贵时间。最终，大火留下的只有灰烬，以及一个看似完美家庭的破碎秘密。克里斯托弗·福斯特，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，他的妻子吉尔，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，他们的女儿科斯蒂，一个热爱马术的15岁少女。这个家庭曾是众人羡慕的对象，住在价值150万英镑的庄园里，过着奢华的生活。然而，这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他们的家，也揭开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：这不是一场意外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罪行。克里斯托弗·福斯特是一个天生的追梦人。他的母亲伊妮德曾形容他从小就是个天生的行动派，总是在寻找机会。他的弟弟安德鲁与他一样，继承了已故父亲一位销售总监的雄心，梦想成为成功的商人。然而，兄弟俩的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克里斯托弗自信张扬，总是站在聚光灯下，而安德鲁内敛安静，常被哥哥的光芒掩盖。两人的关系从小就充满紧张，甚至在童年时期，安德鲁曾指控克里斯托弗对他有过欺凌行为，这让他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1987年，克里斯托弗与温柔贤惠的吉尔结婚。6年后，他们迎来了唯一的女儿科斯蒂。科斯蒂是个安静善良的女孩，热爱动物，尤其是马术。她在庄园的马场上度过了无数个周末，骑着父亲为她买的骏马，参加各种比赛。朋友们形容她温柔体贴，与他父母打造的奢华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克里斯托弗的财富并非一蹴而就。80年代末，他做过一些不起眼的工作，比如卖床垫，甚至用披萨盒做简易隔热材料。直到1988年7月6日，一场悲剧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北海的派珀阿尔法油气平台爆炸，167名工人丧生，震惊全球。克里斯托弗从中看到了商机，油气平台急需耐高温的隔热材料。他迅速开发了一种名为沃尔瓦顿的产品，并冒着巨大风险抵押了房子，借了5000英镑进行现场演示。结果令人震惊，沃尔瓦顿在高温测试中完胜竞争对手，获得了罕见的 A1 防火等级。订单如雪片般飞来，克里斯托弗几乎一夜之间从普通人变成了百万富翁。2004年，克里斯托弗的净资产达到1000万英镑，他和吉尔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一年，吉尔在什罗普郡生活杂志中看到奥斯巴斯顿庄园的照片，立刻被这座16英亩的庄园迷住了。尽管售价高达150万英镑，且需要大量翻修，克里斯托弗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。他们卖掉了原来的房子，搬进了这个如童话般的地方。克里斯托弗投入5万英镑进行景观改造，修建了泳池，购置了价值20万英镑的古董家具。他还买了2辆保时捷，1辆阿斯顿马丁，几辆路虎，甚至1辆拖拉机。科斯蒂被送往昂贵的私立寄宿学校，克里斯托弗拥有多匹骏马。庄园里还有4只狗和一群鸽子，宛如一个完美的田园梦。然而，克里斯托弗的奢华生活背后隐藏着不安。他热衷于射击，收藏了价值1.2万至1.25万英镑的高端枪支，经常举办耗资8000英镑的射击派对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他常把枪随意放在家中，甚至曾因鸽子弄脏车子就开枪射杀它们。2008年8月26日凌晨4点，什罗普郡中央消防控制中心接到报警，奥斯巴斯顿庄园燃起大火。消防员赶到时，却发现一辆巨大的马匹拖车堵住了入口，轮胎被故意射瘪，拖车无法移动。这短暂的延误成了致命的阻碍。当消防员终于进入庄园时，大火已将一切吞噬。庄园的主人克里斯托弗、吉尔和科斯蒂杳无音讯。火灾发生后，媒体和公众一片哗然。有人猜测福斯特一家被绑架，有人希望他们侥幸逃生。然而3天后，消防员在废墟中发现了令人心碎的线索。吉尔和克里斯托弗的遗体在卧室废墟中被找到，紧紧相拥，埋在塌陷的客厅废墟下。然而，科斯蒂的遗体却不见踪影，
这让调查人员和亲友们燃起了一丝希望，他是否逃脱了？几天后，调查人员在废墟中发现了科斯蒂的遗体碎片，他的头骨上有一个明显的枪伤，证实他和母亲一样，在大火前已被射杀。这一发现彻底粉碎了所有希望，也将案件从意外火灾转向了谋杀与纵火的方向。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克里斯托弗·福斯特，那个看似完美的丈夫和父亲。调查人员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火灾现场的破坏程度。大火烧毁了庄园的大部分结构，证据被严重破坏。然而，奥斯巴斯顿庄园的安保系统提供了关键线索。监控录像显示，8月25日晚8点44分，福斯特一家从朋友的烧烤派对返回家中。吉尔在11点30分上床休息，克里斯托弗则在午夜关闭了家里的网络，迫使科斯蒂停止与朋友的聊天，入睡。凌晨3点，录像捕捉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。克里斯托弗手持一支消音枪，走进吉尔的卧室，朝他头部开了一枪。随后，他进入科斯蒂的房间，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。接着前往马厩，射杀了科斯蒂心爱的马匹，并点燃了马厩。为了确保消防员无法及时救援，克里斯托弗将马匹拖车开到庄园入口，设瘪轮胎，堵住通道。他还利用自己的防火材料知识，将200升家用油通过软管泵入庄园地窖，点燃了整栋房子。录像显示，他在点火后返回卧室，躺在吉尔身旁，手持步枪，静静等待火焰吞噬一切。最终，他死于烟雾中毒，而非枪伤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展开了对克里斯托弗财务状况的调查。表面上，他是成功的商人，但真相令人震惊。早在2003年，克里斯托弗与 DRC 公司签订了独家合同，授权他们生产沃尔瓦顿。然而，2005年，他因债务危机私自与另一家公司签约，违反了合同。DRC 起诉他，剥夺了他的专利权，导致公司破产。到2008年，他的债务高达400万英镑，资产被冻结，庄园被3次抵押，20多个银行账户透支。他还因逃税被会计师举报给税务局。调查发现，2008年8月，克里斯托弗收到一封来自伯明翰及伍郡金融公司的信，通知他将在下周2失去庄园及所有资产。这封信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2008年8月25日，福斯特一家参加了朋友举办的烧烤和射击活动。克里斯托弗表现得一如既往的迷人，笑容满面，没有人察觉到任何异常。照片中，他们一家3口笑得幸福，仿佛一切如常。然而，这只是表象。在派对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内，克里斯托弗已下定决心，执行了他精心策划的毁灭计划。当晚，克里斯托弗等到吉尔和科斯蒂入睡后，拿起消音枪，冷静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。他的动作机械而精准，没有一丝犹豫。随后，他射杀了家中马，点燃马厩，制造了第一波火势。接着，他将油泵入地窖，点燃了庄园。他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计算，确保大火将一切化为灰烬。当消防员赶到时，拖车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火势迅速蔓延，消防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庄园被吞噬。邻居们站在远处，惊恐地议论着福斯特一家的下落。直到3天后，调查人员才在废墟中发现了遗体，揭开了这场悲剧的真相。克里斯托弗是一个矛盾的个体，他白手起家，凭借智慧和冒险精神成为百万富翁，却也因冲动和虚荣走向毁灭。朋友形容他渴望即刻满足，对社会地位和外在形象极度执着。他曾对朋友说，如果失去奥斯巴斯顿庄园，他宁愿装在尸袋里离开。他无法接受失败，更无法面对公开的羞辱。2008年初，克里斯托弗曾多次向医生求助，坦言自己患有抑郁症。他被开了抗抑郁药，但医生并未充分重视他的求救信号。他的压力不仅来自财务危机，还有对家庭未来的恐惧。他曾对朋友说，他无法想象吉尔和科斯蒂失去现在的生活，回到普通的日子。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安德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。他描述克里斯托弗童年时就是个控制狂，甚至曾对他施暴。1999年，安德鲁试图修复关系，写信给克里斯托弗，
却收到一封冷酷的回信，要求他跪下道歉。这封信揭示了克里斯托弗的骄傲和控制欲，也解释了他为何选择如此极端的道路。由于克里斯托弗在火灾中死亡，这起案件没有进入正式审判。然而，调查结果明确指向他为唯一嫌疑人。监控录像、财务记录和遗体检查共同证实，他是这场谋杀与纵火的策划者和执行者。他没有留下遗书或解释，但他的行为表明，这是一场出于绝望和控制欲的毁灭行动。2008年12月19日，吉尔和科斯蒂的联合葬礼在当地教堂举行，只有亲密家人和朋友参加。两人被安葬在同一墓地，遵循吉尔家人的意愿。克里斯托弗的葬礼则单独举行，远离妻女，象征着他被家人和社区的隔离。奥斯巴斯顿庄园的悲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克里斯托弗的母亲伊妮德坚信，儿子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受贫困和羞辱，才做出了如此极端的选择。他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爱。然而，安德鲁和许多调查人员则认为，克里斯托弗的行为是极端的自恋和控制欲的体现。他无法接受失败，更无法容忍别人见证他的崩溃。他选择用火焰抹去一切，宁愿摧毁家人，也不愿面对现实。这起案件也引发了关于心理健康和财务压力的讨论。克里斯托弗的抑郁症和求助信号被忽视，凸显了当时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不重视。他的财务崩溃则提醒人们，过度追求外在成功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。如果他能向家人或朋友坦诚困境，或许悲剧可以避免。2014年，凯文·戈尔斯基以40万英镑的低价购入庄园遗址，试图重建一个新家。然而，他的新房被指存在严重结构问题，维修费用高达35万英镑。凯文感叹，这个地方仿佛被过去的悲剧诅咒了。这似乎是奥斯巴斯顿庄园悲剧的延续，一个无法逃脱的阴影。奥斯巴斯顿庄园的悲剧是一个关于虚荣、压力和绝望的故事。克里斯托弗·福斯特用火焰结束了自己的神话，却留下了无尽的伤痛。我们为吉尔和科斯蒂的逝去感到痛心，也希望这个故事能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勇气不是掩饰失败，而是面对它。你的看法是什么？克里斯托弗是出于爱，还是被自己的骄傲吞噬？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震撼人心，请点赞并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